大家好，我是志飞。今天我们要说一说你们知道的考试，叫 HSK。如果你想说一口流利的中文，我觉得 HSK 考试不是最好的工具，我不建议你用。我觉得 HSK 会让你的学习更慢，它也会让你觉得中文很难。我教中文差不多10年，一开始我也用 HSK 教中文，可是我发现我的学生觉得中文太难了，他们觉得自己不进步。然后我开始做 Instagram 视频，认识了很多学生，可是他们都说，他们学了5年、10年，甚至15年、20年中文，可是还是不能说流利的中文。他们都在用 HSK 来学习。后来我发现，这个 HSK 系统有很多很多问题。如果你想说一口流利的中文，你用 HSK 会让你的学习很慢。今天我告诉你为什么，然后我会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。在开始之前，我要告诉大家，这个视频是中文视频。如果你听不懂，你可以打开 YouTube CC，有3种字幕，你可以看中文和英文的字幕，所以你会听得懂我说什么。如果你不认识我是谁，我是一名有经验的中文学习教练，我学习了神经语言学，我非常喜欢语言学习的科学，我喜欢教我的学生用好的方法去学习中文。我会流利地说4门语言，现在我在学我的第10门语言。第一个我觉得 HSK 有问题的是，它教你的不是高频的词汇。高频的词汇的意思就是大家经常用的词，你可以经常听到的词。你想一想，在30年前、40年前，差不多那个时候，一些中国的老师觉得我们要让外国人学习中文，然后我们怎么知道他们的水平呢？那我们让他们做 HSK 考试。所以30年前、40年前，他们写了这个考试。他们有更新这个考试吗？没有。所以有很多东西、很多词，中国人不太常说。有很多大家经常说的词，特别是年轻人经常说的词，你在 HSK 也不能学到。有一些 HSK 的词，如果你说，可能还会让人觉得很奇怪。如果你想跟中国人有正常的日常对话，你需要听得懂4000个高频的词汇。但是你学完 HSK 5，从 HSK 1到5，一共只有2500个词，还不到4000个。而且他教的还不是常用的最高频的词汇。当然，你听不懂中国人说话。如果你想知道怎么快速的学高频词，你可以看我的视频，1个月学习1000词。第二个，我们来说一说 HSK 的语法点。如果你想要知道中文的语法是怎么样的，那 HSK 是一个不错的工具。它告诉你一些中国人常说的语法结构，这个是可以的。但是在学习语法的时候，你需要注意一个东西，这个叫习得顺序。我在我的另一个视频里讲了，我们有一个自然的习得顺序，意思是
我们学语法从很简单的到难的，有一步一步一步。对，所以呢，不是说老师给你什么，你学习什么，你就会。不是的，因为你自己有一个习得顺序。那 HSK 呢，它没有考虑你的习得顺序。有一些 HSK3的语法点非常非常难，比如说我把苹果吃了。虽然你可以学习这个语法点，可是这个语法点在习得顺序的后面、上面很难，所以你学习了语法点，可是你还是不会用。那你可能说，我学习 HSK 的时候，我做了很多练习。我知道，因为我教过很多学生，我也认识很多学生，他们都做很多的语法习题，他们很认真。那他们用语法点用得很好吗？不，他们还是不会，他们还是说错。那这个就说到了 HSK 的第3个问题，就是 HSK 不强调口语和听力，特别是口语。我知道现在他们也有口语的部分了啊，但是口语是一小部分。你会说 HSK 有听力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只练习 HSK 的听力，是完全不够的，真的完全不够。而且你听 HSK 的听力，你在听中国人说话，是很不一样的。中国人有很多口音，有很不一样的说话方式，有时候我们会吞音。还有就是 HSK 这个考试还是比较书面，但是中国人聊天的时候，中国人说话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不太正式，我们会说一些不正式口语化的东西。那这个你可能会觉得，诶，我没学过呀。那你感觉的是对的，因为 HSK 不教你这些。所以你要听什么呢？你要听很多很多你能够听得懂的中文，而且是真实的中国人说话的东西。比如说这个视频，我不会用 HSK 的词汇跟你说话，我用简单的中文，很自然的跟你说话。如果你听得懂，那对你来说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听力的练习。好，第4点，我们再说一说汉字的学习。我认识的很多学 HSK 的学生，他们都在练习写汉字。对，他们在练习怎么写，不是每个人，只是一部分人。但是呢，他们是想，我要学习汉字，我要学习声调，我要提高口语，我还要提高听力，我要学习词汇，我还要学习语法。中文的语法又和英语的很不一样，所以在他们的脑子里，中文太难了。对于任何一个正常人来说，中文这样学都会很难，因为你没有很专注一点，你想要什么都学。在中文里面呢，很特别的是，我们有声调，还有我们的语法跟英语的、西班牙语、法语都很不一样。还有就是我们的汉字，你可以听懂中文，并不说明你可以看懂汉字，你需要很多的时间和功夫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 HSK 它强调的东西呢，有一小部分有用。比如说，如果你想要学一些词，你想要差不多看看有什么语法，然后你想学写汉字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考试不实用，不是最有用的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想说
流利的中文，你想听懂中国人说什么，那个不是最快的、最有效的方法。那我准备了一些免费的学习材料，如果你想要知道一种更好的、更有效的、更快的学中文的方法，你可以去看这个视频里的说明，然后用我的免费的学习材料试一试。如果你想要跟我说话，问我问题，你最好到 Instagram 找我，因为那里说话比较方便。现在是2025年了，现在大家知道很多更有用的方法，可以让中文变得很容易、很有趣，然后呢，也可以让你进步得更快。所以我建议你呢，去多找一些有用的学习方法。当然，在我的频道，我说了很多，欢迎你去看我的别的视频。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你想要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吗？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，你想要知道更多的、更好的语言学习方法，欢迎你跟我一起学习。在这个视频的说明里，你可以找到免费的中文学习材料。在小瓜 Chinese，我们帮助学生用最有效的、最快、最好的方法习得中文。我们让学生说一口流利的中文。